为了给阮氏子嫡姐撑腰，我和她嫁进了一家。她嫁给了小将军，而我嫁给了将军他爹。婚后，小将军从战场上带回了怀孕的小白花，嫡姐失去眼泪，难得强硬，妹，我想和离。行，你离我也离。谁知和离书还没送到小将军手上，就听说他被罚跪祠堂。他爹面无表情地拿着家法，将他抽得皮开肉绽。逆子，想让你爹变成官夫就直说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是御史家的庶女。我和我的嫡姐是全京城关系最和谐的一母姐妹花，无她，全靠我姐是阮氏子。我年幼丧母，幼时寄养在道观里，见惯了世态炎凉，所以没有丝毫意外地长成了六亲不认的毒妇。宴会前，为了让她失仪，我狠狠踩住她的裙摆，撕了，是锦缎破裂的声响。她扭头看到破碎的裙摆，又看向我，反应慢半拍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把裙摆放你脚下的。她好像笨笨的。我对欺负又笨又有点好心肠的人兴致不高，甚至在她被人设计陷害时，会因为鄙视别人欺凌弱智，挺身而出。陷害她的毒妇计谋未成，质问我，江淑雪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神色倦淡，把玩手里的茶水。我和我姐可以说是情同姐妹。你动她，问过我的意思了吗？滚烫的茶水脱手，泼了对方一身。我嫡姐能平安活到出嫁的岁数，少不了我的保驾护航。然而，仅仅她出嫁到归宁这短短3天时间，不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她就又被人当软柿子捏了。她的夫婿是炙手可热的少年将军裴怀，本是好姻缘，但他为人桀骜不驯，据说心里有放不下的心上人，就全然不顾及嫡姐的颜面，让她独守空房，沦为京城的笑柄。我苦命的女孩啊！嫡母向来是个没主意的，只是不住地搂着女儿垂泪。纵然是平时能追着皇帝屁股后面谏言的父亲，也只是连连叹气。忍下吧，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谁叫你已经嫁到别人家了呢？更何况裴家掌握西北兵权，我们家又能拿他如何？真是亲生的爹娘，连这窝囊劲都不带改的。我听烦了，抬起耷拉着的眼睑，很凶神恶煞，这也能忍？我发话时，嫡姐和嫡母不敢闹出动静，把抽搭咽回去。父亲一时半会儿间也被我这个不是养在膝下的女儿唬得发怵。寂静之际，几双眼睛齐刷刷看我。我给我姐陪嫁。我说，嫡母和父亲都难以置信，你要给裴怀当妾？不。在他们不解的注视下，我一字一顿，我要给裴怀当娘。我不会给裴怀当新娘，但我可以当他新的娘。裴怀他爹裴硕，手握兵权的中央大将军，官居多年，未曾娶妻。嫁给裴硕，我便掌握了名正言顺管教裴怀的权利，就能让他知道他究竟得罪的是谁的嫡姐。是我这个毒妇的。我是精通人性的毒妇，只用了3句话，就让裴硕答应3媒6聘8抬大轿迎娶我进家门。裴硕，你官居多年，外面的人都说你在战场上受了伤，不能人道。我会演，你娶我，我能让全京城都知道你很行。位高权重，但不敢娶妻，膝下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还能因为什么？分析家宅内情，我是专业的。裴硕，驰骋沙场的大将军，举手投足间都是大漠风吹日晒的狠厉，他抬眼和我对视，是吗？那一刹那，好似被无限拉长。忽地，紧绷到极致的凝重氛围立刻化为乌有。裴硕沈笑了下，行啊，以后有劳江二姑娘替我遮掩了。裴硕当了多年官夫，破天荒娶一回妻子，想趁闹洞房时看一眼何许家人才能把裴硕拿下的人数不胜数，包括裴怀。他是我来裴家的初衷，所以裴怀被拦在洞房外时，我趴在墙根偷听。听说父亲迎娶的是个美娇娘，儿子是特地来祝父亲母亲永结同心的。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但裴硕在听到祝福的时候，却脸色铁青，语气硬邦邦的，像是在咬着腮帮的软肉，才能抑制住动手的冲动。别祝了，我和你母亲能不能永结同心，全靠你对你娘子如何。
裴怀不明白他父亲缘何生气，但我是明白的，因为我常和裴硕讨论教育理念，并且不分时间，不分场合。比如说现在，裴硕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，红烛晃晃地照着，他穿着暗红直坠的婚服，雪白的腰封又勾勒出他肩宽腰窄的轮廓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是利剑出鞘般难以掩盖的惊人美貌。而我却很煞风景地摸了一把白子千孙帐里的红枣桂圆，嚼，你这样是不行的，相公。裴硕垂手低眉，也摸了一把，沉默地给我包着桂圆，包完递给我，我边吃边继续说，三言两语的嚼，你解释不清楚他俩夫妻和睦对于咱家的重要性，语气又差，嚼，更有可能激起他的反骨。我讲起育儿经滔滔不绝，裴硕冷哼一声，别开脸，嘀咕道，总提他，搞得好像你是为了我儿子才嫁给我的。不然呢？我姐不嫁你儿子，我能嫁给你？忽地，我想到了什么，目光下移，在裴硕的某处游走。我凭着残存的怜悯之心，改口，有部分吧。另一部分是因为他不能人道，实在适合我这种不爱生孩子，也觉得给别人打胎麻烦的毒妇。所以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儿子。纵然裴硕不知道另一部分理由是因为他不能人道，也依旧不满意这个答案。他冷着脸，抄起我的膝弯和腰肢，天旋地转间将我稳当地放在床上，紧接着去脱暗红色的喜服。他问，多喜欢我一点会死吗？夫人。屋外骤雨击瓦，红烛的火光燃直至天明。我宛若在一叶扁舟里随狂风巨浪浮沉，脑海里迷糊地蹦出一个念头，谁说他不能人道的？他能人道到我想杀了他当寡妇。次日醒来，他粗粝的大掌攀上我的腰，很不老实。我按住他的手，皮笑肉不笑道，相公，你要上职呢。他像狗一样啃我脖子，无妨，派人称病告假了。因着裴硕吃飞醋，挑剔裴怀不检点，再加上我拿捏了裴怀的命脉，但凡他搓磨嫡姐，我扭头就能在族学找到教授他诗文的大儒。父子，我们家裴怀为什么坐在最后一排啊？父子，我们家裴怀为什么总是说课业太轻松，学不到真本事啊？天杀的，你是不是针对我们家裴怀？我要报官抓你。裴怀极其厌恶诗文，但在我这个毒妇的搅和下，总是被授课的大儒特别关照。他向裴硕告状，裴硕不接茬。你不要乱说，你功课一向不好，只知舞刀弄枪，你母亲给你当继母很难的。有时候多找找自己身上的原因，这么多年了，有没有好好读书？裴怀，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，每天准时冷着脸和嫡姐作恨，也算是一种微妙的相处方式。但最近上面一道诏令将他派去镇压暴乱，我和嫡姐玩叶子牌时，他看上去心神不宁。我随口安慰，镇压暴乱而已，不危险。看牌，嫡姐回过神，低声解释，不是危险，只是听说裴怀在回来的路上带回了一个怀孕的女人。我当即心中警铃大作，什么女人？裴怀的心上人。裴怀有个存在感非常低的心上人，叫苏念，据说是个红官人，因为身份上不得台面，所以进不了裴家。嫡姐老实的点头，我收敛了懒散的笑意，挺直腰板，眼底暗含锋芒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嫡姐看了看我，她知道我是有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帮她把人料理掉的。凭我的手段和作为婆母的身份，甚至不算是什么难事。但是她沉默了很久，忽然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二妹，我想和离。泥人还有3分火气，裴怀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嫡姐的面子往地上撵。他被逼急了，能说出这样的想法也并不奇怪。我有种无家有女初长成的欣慰，没有丝毫犹豫地接话，行，你离我也离。晚间，裴硕卸甲，如同往常一般黏腻地缠上我时，一眼瞥见了我手下字迹娟秀的和离书。裴硕佯装淡定，余光瞥了和离书千万遍。和离书？你的？为何要和离？裴怀那混小子又给你气瘦了？还是给气瘦了？隔着布料我都能感受到他几乎要跳出胸膛的心脏。他一下子问题太多了，
我选择挑着回答。不是啊，是为姐姐捉笔的。裴硕僵硬的脊背逐渐恢复正常，长舒了一口气，那就好，还来得及。他其实高兴得太早了。我在心里想到，大傻春，我的已经写完了，在书架上。狄姐往日里循规蹈矩，胆子小得跟兔子似的，但眼下做完了决定，倒是像被人打通任督二脉。晨昏定醒时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二妹有什么计划吗？然而，我眼下青灰色，困倦得很，别太早来问安了姐，我困。你怎么了？狄姐问。我咬着牙，昨晚被狗啃了个遍。令堂的，裴硕，必须和离。狄姐是实心眼，真当我被狗啃了，先抱怨完我不注意，才和我商量起和离的计划。写完和离书，并且做完整个和离计划的时间很赶巧。裴怀凯旋了，向来桀骜不驯的他却伸手从青花马上护下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子。那女子宛如夏日初绽的荷花，盈盈的水滴在荷叶半坠不坠，风采动人。裴怀仔细地护着女子的腹部，那处微微隆起。裴怀扫视众人一眼，视线最终落在狄姐身上，嘱咐道：念念有了身孕，不准府内任何人苛待她，否则……他没有说完，但语气很沉。吓人的视线在那女子和狄姐之间来回游走，低声的闲言像刀子般来回切割狄姐的自尊。怪不得将军不喜欢少夫人，那位的美貌真是我见犹怜。这都怀孕了，当然也有些许仗义直言的，听说这人不是良家女，充作外室也就罢了，还眼巴巴带回家来，这不是打少夫人的脸吗？但声音嘈杂，吵作一团。狄姐依照我们制定的计划，咬着下唇，鸦羽般的睫毛落下青黑色的阴翳，表情无比落寞，泪珠像断了线一样滚落。转身，泪还停留在脸颊上，但神情却不悲伤。我搀扶住她，和她交头接耳。对，没错，就这么演。等会回房，你让别人都先别打扰你。和离书咱放在显眼的地方，然后说你想和我出门散散心。大家都会以为你被裴怀伤透了心，没有人会想到我俩是在借机和离。我俩计划得十分妥当，但这时却冷不丁听到一声暴喝：逆子，滚过来！不远处，刚下牙的裴硕披着沾血的甲胄，骑着高头骏马，居高临下的斜睨，让人心里发颤。再能跳的儿子，在他有权威的亲爹面前，也只能变成小兔崽子。裴怀本想跑，却被他爹眼疾手快地扛到肩上，天旋地转间砸在祠堂的石砖上，吃了一嘴灰。我和狄姐站在通往祠堂的廊道上，听到下人来报，小将军被罚跪祠堂了。不一会又有下人来报，家主请家法了。祠堂里庄严肃穆，被鞭子抽的裴怀也只是小声的呜咽。然而裴硕的声音，我和狄姐能听得一清二楚。长能耐了是吧？一边随随便便就敢往家里带女人，又是一边。裴硕虽是面无表情，但每次举起鞭子时，都能感受到眼底迸溅的森然戾气。逆子，想让你爹变成官夫就直说。狄姐站在祠堂外，枝丫头下的阴翳落在她的眉眼，让我一时间分不清她的表情。我心里咯噔，问她：你还要和离吗？她向来宽以待人，耳根子又软，见到裴硕也愿意替她出头，她指不定能感动成什么样。再加上裴怀被痛打一顿以后，必然会收敛，狄姐心里多半会动摇吧。她反问我：你呢？我本来嫁进裴家，大半的原因就是为了给狄姐撑腰，离开时也自然是以她为参照，看你都听你的，你离我就离。谁知出乎我的意料，她说：那我想和离。很好。而且在我的熏陶下，狄姐变成了行动派，转身就走，背影决然。我一把拽住她的手腕，迫使她停下。等下。狄姐疑惑地回头。我接着说：外面哪处都需要拿钱打点，比不在府里，能带的东西都先带走吧，省得银票不够花。现在的情形和我们计划的不同，反正裴怀还在祠堂领家法呢，别错过这个机会了。我领着他往回赶，府中钟柜装银票和地契的盒子，值钱，抱走。紫檀木千工拔步床，睡惯了，抬走。
值钱的东西通通搜刮干净，柱子上的金粉都被我蹭下来。迪姐，我背着大包小包，问迪姐，你的东西呢？都带上了吗？迪姐思索片刻，紧接着利索地拐进了小厨房，里面有御膳房出来养老的厨子，一手凤尾虾球，酥脆鲜美。打包绑走，逃跑异常顺利，因为裴硕在祠堂沉浸式打儿子，压根不知道我和迪姐在裴家进货室洗劫。直到他抽累了，把请来的家法往祠堂的架子上一搁置。离开祠堂后，裴硕眯起狭长的凤眸，环视四周，发现裴家被我和迪姐搜刮的只剩下承重墙和2封在书架上的和离书了。裴硕和裴怀会有什么反应，我和迪姐并不知道。但是我俩走到半路，我停下。怎么啦？迪姐吭哧吭哧搬着行李，差点没看见路撞到我的背。我说，咱俩不能回家，家里那俩怂货都不用裴硕亲自出马，只要裴硕派人通知一声，他俩就能把我和迪姐原封不动地送回去，甚至还会警告我俩好好过日子，别没事找事。于是我俩达成一致，拐弯到镖局，雇佣10几个镖师护送，中途又换乘马车多次，从西北大漠一直逛到烟雨朦胧的江南，过上了有钱有闲没人管的神仙日子。从此世界上少了2个在内宅苦熬的深闺妇人，多了2个有钱的美貌俏寡妇。眨眼就是2年时间过去，裴家婆媳联手和离，并且将裴家洗劫一空的事情，曾是京城茶余饭后闲谈必备。裴家也曾张贴告示说，只要提供我俩的线索，就能获得赏金1000两。一时间贩夫走卒、街头帮闲都在寻找我俩的足迹。然而时间抹去了一切的痕迹，现在早已没人再提起，就连寻人告示的纸张都泛了黄，卷了边。我想着裴家丢了点家产也该缓过来，该消气了。于是此时此刻，我和迪姐来到了京城最新开的南丰苑贵宾雅间里，点了10几个小官伺候，捏肩的、捶腿的、剥葡萄的、喂酒的、跳舞的，应有尽有。迪姐有点放不开，只有我左拥右抱的被伺候着。我哄她，别不好意思跟他们玩闹，你不觉得那小官长得像裴硕吗？我把那个点给你。她眯起眼辨认，确实很像。我补充说，不仅长相像，气质也像。迪姐，行为举止也很像。如果声音也像的话，简直是同样的人了。说到此处，我俩心里咯噔一下，面面相觑。果不其然，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，脑海里倏地闪过一些抵死缠绵的瞬间。江疏雪。我抬眼，此时树静风直，不远处被我错认成小官的青年披着狐毛大氅，眉眼凛冽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眼底的戾气难以遮掩，却是裴硕无疑。这个场景我在心里早有预料，纵然脊背如遭雷击般僵直，我仍然能应对得体。有话快说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方才还十分羞涩的迪姐一把夺过我怀里的小官，顺道捂住了我淬了毒的嘴。她是真怕裴硕把我打死，将锅都揽在自己身上。公爹，是我飞扬着母亲带我来这烟杂的地方的。母亲本也是训诫了我，但实在拗不过我，这才……裴硕瞥了他一眼，语气不明。有时间就去请张院判来看看脊椎，我怕你年纪轻轻背不动这样沉的锅的。他3言2语就定了性，堵住迪姐的嘴，让她不好再张口。他火气真旺，我让他喝点水消消气。裴硕接过茶水抿了口，耷拉着的眼皮抬起，下3白，眼尾黑痣，看起来就很凶。你为何在此处？但我无所畏惧。嫖啊，不然呢？好话我当然也是会说的，比如说，我就是想潜回京城偷偷看你一眼，看你过得好不好。但我并不屑于说假话。众所周知，人无语到极点是真的会笑的。裴硕就被我气笑了，他气得胸膛鼓噪，猛然起伏一下，然后活生生晕过去。当他沉重的身躯压向我压过来时，我扶住他，戳了戳他的肩膀。裴硕，裴硕，他没有反应。迪姐问我，这次的药见效这么快？我得意道，改良版，至少睡上3天。我是个毒妇，并且从小在道观长大，是个表面上光风霁月，
背地里牵拱都来的人。这也不是我俩第一次遇到追兵，但每次都可以靠我的药成功药倒。走啊！我拍拍衣裙上压根不存在的灰尘，向迪姐伸手，别愣着了。裴硕视角，四周陷入昏沉的黑暗当中，眼皮似有千钧重。裴硕想喊江疏雪不要走，但他低头割断了裙摆，只在他指缝里留下了布帛。倒下去的一刹那，他倏地想起他和江疏雪的初见。彼时江疏雪尚未及笄，没被接回江家，还在道观里当他的道姑。裴硕是被他捡来的身受重伤的男人，和很多三流的烂俗话本子里的开篇一样。只不过刚醒来的裴硕的刀就横在他的脖颈，而江疏雪却眼皮都没抬，低头捣药。怪不得话本里说捡来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既然知道，你还捡我？他笑了，你放心，谁叫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呢。此时的裴硕面容残缺，筋脉寸断，站都站不稳，可正好符合了他的要求，是药的药人。江疏雪有很多药效不明的药需要我来尝试，包括研究的蒙汗药，能修复裴硕脸上疤痕的药膏，以及弥补调养筋脉的方子。在裴硕身上试过的药数不胜数。等到他对蒙汗药都逐渐有耐药性以后，他与江疏雪的关系已经不一般。听说她是江家的庶女，即将回京，他便问，我和你一道回京如何？我做你的靠山。江疏雪一览情书，不如何？我回京是要大展身手的，你不是我的靠山，你顶多算个累赘。他说是这样说的，然而对于这个累赘，临走时他还是留下字条仔细嘱咐，让他记得换洗脸上的膏药，一天换3次，7天以后解开包扎的布条。蒙汗药的效果远不如江疏雪所预料的那样，裴硕只晕了半刻钟。醒来时，裴怀看到身侧的裴怀，捏住他的手腕，手被青筋浮起，只说了2句话。第1句，我看到江疏雪和江晚年了。第2句，把所有人都派出去找。说到最后一个字时，裴怀身上的护甲凛然作响，他说是。坐在南风院里的裴硕眼神如刀，垂手望着手里残有余温的裙摆衣料时，眼底泛着惊人的寒意。他绝不允许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它丢下。我没想到蒙汗药对裴硕的效果这么短暂，京城立即戒备起来，出入都需要严格盘查。风声紧促，我坚信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狄姐忐忑，这不行吧？我说，怎么不行？谁会猜到我俩逃回南风院了？是的，我俩回到了南风院，坐到了离之前的贵宾间只有一面屏风相隔的房间里。推开窗，我就能看到院外兵荒马乱。裴硕和裴怀骑在并排的高头大马上，裴怀禀告，父亲，城门口已经吩咐严查了，其他地方也搜过了，没有发现他俩的足迹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我用手做碗状，凑近狄姐耳边，用气音低声说，我就说包找不到的。狄姐递给我一个赞许的眼神。哪知裴硕一口否决，咬死了，不可能。以我对江疏雪的了解，他现在可能就在附近，欣赏我们找他俩找得团团转的表情。他很笃定，笃定的像是他能听见我的心里话似的。狄姐。裴硕忽然察觉到什么，抬起眼。他和我一下一上，落差高低，但就是这么准确无误地看到了我。四周死一样的寂静。我讪笑，哈哈，好巧哦。说实话，我还好。裴硕毕竟年纪大点，为人稍微稳重些。除了我走到院门时，总有披甲持戈的裴府私兵拦住我，夫人不要为难我等，请回。找到我后，也只是锁在院子里，其余的倒是没受到什么虐待。倒是狄姐那边，裴怀本就桀骜不驯，不服管教，也不知会不会下手没个轻重，得想个法子撇开那些私兵去找狄姐。于是裴硕下旨时，我在屋内已经等他很久了。派人守着我做什么？我泡了一壶裴硕司库里御赐的雨前龙井，啜饮。我不喜欢那么多人盯着我。裴硕不难揣测我的想法，表情喜怒难辨。你又想逃？没有啊，我不是。怎么会？裴硕半个字都不会信我的邪，
警惕的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，他们只是守着，不会碍到你的。直到我慢悠悠地转着杯子，把茶都泼到了裴硕的劲装上。裴硕沉声：做什么？他马上就会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扯过他的衣襟，让他被迫弯下腰，然后技巧娴熟地吻上他的唇瓣。吻毕，我意味深长地下一目光到他被茶水阴湿的某处，慢条斯理地挑眉，笑了。现在你还确定外面那些人他们不碍事吗？裴硕青筋直跳，握成拳头的指节咯吱作响，不知道是有怎样的定力，他才忍住没当着别人的面教训我。他认命地闭上眼，向门外的人下达命令，都退下去。院落里人影散尽，屋里的氛围凝重到像是绷紧了一根弦。裴硕去解他自己的腰带，护肩被抛到地上，发出金属清脆的响声。江疏雪，你别后悔。我收回那句夸裴硕稳重的话，他这个人做起来就发狠了，忘情了，没命了，后面忘了。总之，我第二天骨软筋麻，几乎是凭着意志力爬着往外走。没爬多久，宽大的阴影落在我头顶。扭头，裴硕站在近在咫尺的地方。夫人大清早的做什么？他瞎吗？他故意的吧？我说，给你上坟。裴硕没生气，抄起我的膝弯，单身抱起我。多谢。颠颠的。我挣扎两下，但裴硕是武将，我的挣扎等同于挠痒。他把我放在床榻上时，我破罐子破摔。是，我现在立刻要带着我姐跑出去，这次我不和离了，我要休夫。裴硕蓦地顿住，低垂的睫头下斑驳的剪影，倒显得他这个5大3粗的汉子楚楚可怜。裴怀带人回家是他行为不检点，夫人为何要迁怒于我？好没道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夹着颈背翻过身，背对着裴硕，你也不见得有多检点。裴硕疑惑，这又是从何说起？他还给装上了。我又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怒上心头，踹开跟见到肉骨头的狗似的凑近的裴硕。谁不知道你12岁从战场上抱回了裴怀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还好意思说你儿子带女人回来不检点，不都是你打的好样吗？裴硕又愣住，耳根有些发烫，硬冷的声音软了几分。你是因为这个才要与我和离的吗？你是吃醋了吗？我急切反驳，我没有。裴硕不听我辩解，自顾自翘起嘴角，压都压不下来。好，你没有，是我硬要同你解释的。其实裴怀不是我的孩子。我的目光刚移动到他头顶，谁知他又说，他是我从前上峰的遗孤，他父亲从前对我多有照顾，后来在战场上不幸身亡。他的亲生母亲怀着他，但忧思过度，生下他便撒手人寰。语气沉痛，不似作假，但我还是没忍住，问，从前怎么没听你说？裴硕想了想，一本正经地回道，从前你也没问过。再者说，我也很难想象外头会流传我不能人道，并且12岁就有了私生子。他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我仔细一琢磨，被裴硕说服了，这揣测确实不着调。都聊到这里了，我提起了那日的那个娇娇弱弱还怀有身孕的小白花姑娘。撇了撇嘴，那裴怀带回来那姑娘呢？裴硕也是遗孀。不是，他们父子俩在战场上搞人口掠卖的。这要巧的吗？是遗孀，他怎么不张嘴说？我是脾气不好的毒妇，我现在有点不是很信任裴硕了，语调里蕴了愠怒，没好气地问道。狄姐是在标准不过的大家闺秀，肯定会体谅理解的。裴硕语气平和，安抚下我的情绪，条理清晰地解释道。首先，他回家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被我用家法抽晕过去了。其次，那姑娘的身份确实特殊。那姑娘和裴怀麾下的将士是青梅竹马，但是将士家境贫寒，娶不了对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被卖到了青楼。后来将士死了，为裴怀挡刀死的，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裴怀能拿着他这些年攒的粮饷，把那姑娘赎出来。那姑娘被赎出来的时候，若不是有那将士的一父子，险些自刎殉情。裴硕的大掌穿插进我的发梢，揉了揉，所以裴怀不敢当面刺激他，是预备着背着人同我们说的。至此，误会也算是解除了。裴硕问我，
夫人现在能给我一个不合离的机会了吗？裴某定然会将功补过。我心里已然舒坦了，但嘴巴还是硬的，摆起架子来。看你表现。裴硕弯起漂亮又凛冽的眉眼，唇齿间还碾磨着看我表现这4个字，然后眸光渐渐暗沉，语气危险，裴某一定好好表现。第二天醒来时，院落里守卫的士兵全然撤离，夏日的阳光刺眼而明艳。我床头坐着昏昏欲睡的狄姐，她看起来和我一样累，薄纱的衣裙遮不住她白皙的锁骨上密密麻麻的痕迹。我了然地问：你和裴怀和好了？狄姐的脸上飘起红晕，像是偷喝了佳酿。她小声说：和好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的意思是问狄姐是否还准备逃，我可以早做打算。谁知道她说出了让我这个毒妇都吃惊的虎狼之词，有点爽。好的，我撤回一个逃跑的计划。回到裴府后，日子回归常态，只是在每次晨昏定醒时，屋外的亭子里假装纳凉或是假意下棋的裴硕和裴怀便竖起耳朵，嘴里随便聊着。裴硕：儿子，这天真天啊。裴怀：是啊，爹，这湖真湖啊。5人五感敏锐，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我的院落里，正好能听到我俩日常相互蛐蛐、告状、挑刺。说到最后，我口干舌燥地问狄姐：那你和离吗？狄姐摇头：算了，不离了。我点头：行，你不离我也不离了。不远处的2人齐齐松气，相视而笑，举杯相碰，躲过一劫，庆祝又一次逃过成为官夫的姐妹会谈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